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来开箱 Geek N5 这颗机壳。那之前影片把它跟2倍价格的 H2O 来比较，那今天马上来组装这一款10.4升，而且可以安装当代高阶显卡的平价机壳吧。那这一次的 N5 它有滤网跟亚克力可以做选配，其中有全透明跟黑色可以选。那因为我的硬体配置比较高阶，所以我就会用预设的金属侧板来做测试。那它前面有一个 USB-C， 不过实际上是常规的 USB 3.0 接头。那所有的面板都是螺丝直接固定，你可以看到前面板的钣金折痕跟螺丝它本人。前面板的孔洞直径也跟侧板不一样。如果你这样的外观会注意的话，那就再看一下吧。那接下来是后方的配置，你可以看到4个螺丝孔位。N5 的中央主板是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的。那显卡的厚度可以在50mm 到65mm 之间，那大概可以到 3.2 槽的程度，剩下的15mm 就会自动跑去 CPU 那，那一样也是50到65。中板向上移动，可以安装240的水冷排。那下移的话，我可以在两侧安装常规跟薄扇，总共可以到4颗。如果像这张三风扇的6800 ST 的话，你就可以整台享有5进4排的超高风流。那如果你像我这张6900这样子巨无霸的显卡，那在薄扇那一侧就会没办法安装。那保护也请做好，因为这张显卡实在是太大太重了，加个泡棉贴起来，缓冲多个保险。那 CPU 在3槽可以支援到50mm， 不过我的全铜的 S47 会跟我的技嘉 G490i 干涉，所以我就干脆把我的主力机给搬家了，就是那个 G490NITS 搭配 L9i 的 10700K。那 L9i 的能耐我已经讲到烂掉了，那基本上你的10升气能基本上就是2条路，要么乖乖选 i5， 要么就像我这样子8核降到不到4G 这样子。那因为我 L9i 我也不想吵，所以我就设定成超过95度就降频，然后 PWM 也不让它跑满。那这样子其实游戏中还是可以跑到 4.7G 的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稍微降个电压会更漂亮一点。那等一下我就跟各位报告显卡温度就好。那我们就换上680 ST 来烧机半小时。这个时候显卡温度是79度，那 TJ 跑到96度，显卡耗电量是255瓦。那因为公版风扇的曲线相当保守，有时候常常不到1000转，那想调高再自己看一下。那换像我的690 ST 的话，温度也差不多也是75度 ，TJ 一样跑到96度，那耗电量大概多了30几瓦。那对比我之前 H2O 跟开放式机壳大概高了10度，不过因为看今天的气温也高了大概7度，这边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接下来听一下我在游戏中的整台的噪音表现。那我再另外补充3点。第一点是，如果你担心高阶显卡很不好安装的话，其实每一个骨架都可以直接一颗螺丝给松开。那第二点是因为我工作机有2颗2T 的硬碟，那5颜6色的线材其实你在侧板盖上去之后还是可以看得到。那如果你会在意的话，请记得选全黑的线材或散热器。那理线不想搞得像这样那么难看的话， H2O 它的钣金其实有一点遮线的功能，那有兴趣再看一下 H2O。但最后我的之前脚垫可以完整的贴在那个后面板这边，那安装上去我觉得看起来比 H2O 更搭。那螺丝外露更满满的孔洞，对我这个5金脚垫来说就是非常的钢铁直男风格。那如果你换成 Shift ST 这种曲线的话，看起来一定会四不像的。那因为我这样放在后面完全不占桌面空间，那搭配我的 G9 后面也算是刚刚好。但简单来说，我觉得 N5 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平价全金属机壳，它的显卡的支援性也完全符合当代的趋势 ，10.4 升非常的小。对我而言就像深夜的花雕鸡面一样便宜又实用。那这边推荐给大家，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拜拜。